一名女子在家中遇害，这一次凶手不是她的丈夫，而且令人意想不到，被害者和谋杀案的参与者形成一个奇怪的圈，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达纳谋杀案。詹姆斯城县就称詹姆斯城郡，是弗吉尼亚东部的一个县，它位于弗吉尼亚半岛中部，与县治独立市威廉斯堡和纽波特纽斯相邻，是弗吉尼亚现存的保留最初边界的5个县之一。2013年7月27日，詹姆斯城县警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拨打者名叫贝弗里·威利，他发现他的邻居在自己的卧室被残忍地杀害了。警方来到现场后，向报警者询问了情况。威利告诉警方，他的邻居名叫达纳·麦凯。前一天晚上，达纳的母亲焦急地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去看看他的女儿，因为他已经2天无法联系到达纳了。由于当时已经很晚了，威利答应第2天早上就去看看。一大早，他来到达纳的房子，他按了门铃并敲了门，但始终没人应门。然后他绕到车库，发现车库的门没有锁，于是他一边叫着达纳的名字，一边进了房子。他看到达纳的宠物犬没有得到照顾，它们看起来很饿，而且房子里到处都是宠物的粪便，对于达纳这个爱犬人士来说，这是极不寻常的。接着他上了2楼，他看到达纳卧室的门被损坏，门上还有一些血迹。卧室里，达纳毫无生气地躺在地上，身上没有任何衣物。最先到达现场的警员在听完威利的叙述后，小心地进入了房子。车库的门锁被破坏，1楼的客厅非常凌乱，到处都是杂物，看起来像是被洗劫了。2楼的情况正如威利说的那样，达纳卧室的门被损坏，像是被强行踢开的，门的内侧和墙上都有血迹。达纳躺在床的右侧地板上，头部受到严重创伤，他双手的手指几乎都断了，那应该是保护头部时受到的防御伤。凶手下手果断，没有迟疑伤。现场异常惨烈，在尸体附近的椅子、床沿和墙上满是喷溅状的血迹，但像衣服、床单这样带有血迹的物品都被凶手带走了，所以可以提取的分析样本并不多，而且只从受害者的伤口看，无法判断凶器是什么。在现场也没有找到任何凶器。就在警方准备将尸体送去做尸检时，他们发现达纳的身下有一块蓝色胶片，像是乳胶手套的一部分。另外，警方还在达纳残破的手指上找到了几根金色毛发，警方希望这是达纳在搏斗中从凶手身上获得的。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凶手行事果断且经验丰富，可能是入室盗窃，甚至是连环杀手。但警方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现场没有丢失贵重物品，而且杂乱的现象也有些刻意。事件发生后不久，警方不得不将达纳被杀害的消息告诉他居住在佐治亚州的母亲和继父，这同样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达纳的母亲悲痛欲绝，继父心脏一向不太好，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倒地不起，不久后便离开了人世。而当警方将这一噩耗告诉达纳在纽约的丈夫约翰·麦凯时，约翰的反应则完全不同。他没有任何情绪波动，还在电话里说会在2天后的星期一回来，并且没有询问任何与妻子被害有关的问题。约翰的冷静令警方深疑，现在是他的妻子被杀害了，难道不应该马上回来吗？但既然约翰远在400公里外的纽约，那他是凶手的可能也不大。很快尸检结果出来了，达纳的死因为头部钝器伤，死亡时间为25日晚上到26日凌晨之间。达纳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进行了奋力的反抗，他的头部有多处裂痕，手臂上有防御伤，手指的伤口和头部的伤口是同一凶器造成的。他身上有类似钝器和锐器造成的伤口，但依然无法确定凶器是什么。另外，由于他的身上没有衣物，起初警方怀疑受害者可能受到侵犯，但实际上并没有。目前看来，凶手不是入室盗窃，也没有性目的，但下手如此狠毒，警方推测行凶的动机可能是因为个人恩怨，于是决定从达纳的社会关系开始调查。
他们对达娜的家人和朋友进行了询问。达娜·麦凯当时42岁，出生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毕业于亚特兰大布兰内尔商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离家不远的地板公司上班。他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在达娜35岁那年，她与多次出轨的丈夫离婚。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达娜不再敞开心扉，直到遇到了约翰·麦凯。约翰比他大2岁，当时是一名现役军人，在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基地服役。看上去约翰是个诚实稳重的人，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两人于2007年结婚，当时达娜觉得终于找到了真爱。2011年，达娜因脑积水做了脑部手术，为了支付额外的费用，约翰在汽车配件公司 AutoZone 找到了一份兼职。在那里，约翰认识了34岁的妮可·霍钦，两人的关系进展神速，很快便越了界。达娜通过朋友的关系知道了约翰和妮可的婚外情，但他希望约翰能悬崖勒马，因为他想让他们的婚姻继续下去。约翰也答应会和妮可划清界限。就这样，达娜原谅了约翰。警方还通过达娜的邻居了解到，妮可性格外向，脾气火爆，达娜有些害怕她。一次，达娜去佐治亚州参加祖母的葬礼时，约翰没有去，他还让妮可住到了家里。他和约翰一起遛狗，一起购物，在邻居面前毫不避讳，看起来她就像是新的女主人。妮可还曾开着车在达娜房子前破口大骂，她很嫉妒达娜可以和约翰在一起。她大声说约翰真正爱的是她。达娜也多次和约翰对峙，并让约翰换了工作以及更换电话号码，但无论做什么，妮可总是阴魂不散。达娜在一次社区活动中告诉邻居，妮可经常跟踪她，还会发短信打电话给她。她有些担心，不知道该怎么做。而约翰的态度则有些模棱两可，即使换了工作，也依然和妮可纠缠不清。有一次，达娜和约翰吵得很凶，起因是达娜要求约翰和妮可当面对质，如果不这么做，达娜就要向约翰的长官报告。在军中，婚外情或离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这可能会影响约翰的军事生涯。几天后，邻居发现达娜家门口多了一块禁止侵入的指示牌。在了解这些情况后，警方决定对约翰的不在场证明做进一步的确认。他们给约翰的母亲和姐姐打了电话。约翰的姐姐说，约翰在纽约一直住在妈妈家，但有时也会住在她家。约翰的确在纽约工作，也一直没有离开过纽约。警方还查看了约翰的电话记录，特别是凶案发生前后的时间段，约翰确实一直在纽约，因此约翰的不在场证明被证实。与此同时，警员杰森来到了阿德宗，他找到了妮可并对她进行了询问。妮可告诉杰森，她和丈夫奈斯有一个女儿，但他们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妮可并没有隐瞒她和约翰的婚外情，她对约翰情有独钟，并希望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而纳斯也知道此事，纳斯对妮可有外遇并不介意，甚至会故意为他们制造相处的空间，因为他自己也有女朋友。当杰森询问妮可案发当晚他在哪儿时，妮可说那天他和一个名叫格雷格的朋友在一起，格雷格想买一辆摩托车，他们一起去看了几辆车。妮可对杰森的询问对答如流，而且对日期和时间都记得很清楚，这并不符合常理。因此杰森故意和他闲聊了几句后，让他再次重复一遍。他开始有一些紧张，并且混淆了一些时间点，这加深了杰森对他的怀疑。接着杰森要求取些他的头发，妮可犹豫片刻后答应了。杰森非常高兴，这样就可以和达娜手上的头发做比对了。杰森将妮可的头发样本送往法医实验室后，又找到了格雷格，看看他的叙述是否能支持妮可的不在场证明。格雷格是本地人，是妮可和约翰在阿德宗公司的同事。他证实了妮可说的话，他说他们去了汉普顿，准备购买一辆摩托车，那里距离威廉斯堡很近。杰森问他们是走哪条路到汉普顿的，格雷格回答时表情有些不自然，而且他所说的路线与实际不符。于是警方通过格雷格的手机信号记录查看他当天的位置。
记录显示，他说在汉普顿的时候，实际上他还在詹姆斯。显然，格雷格说谎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警方相信尼可和格雷格提前为彼此准备好了对方的不在场证明，他们很可能与凶案有关。此时，达娜手上的金色毛发的分析结果出来了，那些毛发与尼可的头发完全不符，是达娜自己的头发。接着，警方来到尤斯塔斯堡，这里是尼可的丈夫纳斯服役的地方。纳斯说他确实知道尼可有个男友，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尼可也知道他有女友。警方询问他25日晚上在哪儿，他说他和女友特里什在格罗斯特。很快，特里什证实了他的不在场证明。在接下来的2天里，警方获得了多份搜查令，这不但可以搜查嫌疑人的住所，也可以获得嫌疑人的邮件和社交账号的信息。对于嫌疑最大的尼可，杰森和另一名警员摩尔斯正式对他进行了审问。这一次，杰森向他提出了更详细的问题，首先是他和约翰的关系。尼可说，她的丈夫纳斯是一名军人，他经常不在家，要么在尤斯塔斯堡，要么在其他地方执行任务，他感到很孤单。而约翰则不一样，他比纳斯体贴得多，也愿意陪伴他。当杰森提到他案发当晚的不在场证明无法被证实时，尼可承认说了谎。真实情况是，当天他去了弗雷德里斯堡去接他的侄女，但途中汽车抛锚了，他不得不在车里等待母亲来接他。回来后，他就去了格雷格家，在那里他们吸食了违禁品，这就是他说谎的原因。然后他们准备去买摩托车，但他们确实没有去汉普顿。当天他回家时已是晚上11、2点。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他起床上班，是纳斯开车送他上班的。显然这又和纳斯的说法不一样。纳斯说25号他在格罗斯特和他的女友在一起。杰森继续问尼可，约翰想让达娜消失吗？尼可说不知道。接下来尼可不加思索地否认一切，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嫌疑。7月29日星期一，约翰从纽约回到了詹姆斯城县，并来到执法中心接受询问。他对妻子的被害漠不关心，用他的说法是他能很好地隐藏自己的情绪，这是军人心理素质的体现。约翰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与尼可存在婚外情，也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他说，在达娜知道此事后，他也曾想与尼可保持距离，但他觉得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达娜会过问他的任何行踪，还会查看他的脖子和肩膀是否有吻痕。另一方面，他觉得尼可也有些过分，他羡慕达娜，想要取代达娜，也做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在询问过程中，约翰始终情绪稳定，并把错误都归结于达娜和尼可。他甚至在警员去开例会的时候，在审讯室里睡着了。他似乎不是在隐藏情绪，而是根本没有情绪。约翰和尼可一样，始终否认与凶案有关。他确实有已被证实的不在场证明，但不能排除他以别的方式参与了凶案。就在约翰接受审讯时，其他警员对约翰和尼可的搜查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他们在约翰和尼可的社交平台上发现了被删除的聊天记录，其中有大量性暗示的话题。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谈论如何让达娜消失。当警员将证据给约翰看时，他顿时没了睡意。约翰说，他们确实讨论过，但这只是幻想，现在幻想成了现实，他脱不了干系。接下来，约翰开始坐立不安，他看上去非常沮丧，而尼可这边依旧在否认一切。在警方看来，两人并非是一人控制另一人，他们更像是在合作完成一件事。尽管警方相信尼可和约翰与凶案有关，但到目前为止，证据链还不够完整。就在此时，搜查尼可家的警员传来了好消息，他们在尼可车上座位的夹缝里找到一只蓝色橡胶手套，手套上缺了一块，而且刚好与案发现场的那块蓝色胶片相匹配，这是决定性的线索。因此，约翰和尼可均因涉嫌谋杀被逮捕。在被戴上手铐的一刻，尼可开始哭泣。这一次，她改变了说法。她告诉警方，动手的不是她，而是她的丈夫纳斯。但之前纳斯是有不在场证明的。为了证实尼可的话，警方再次拨打了纳斯女友特里什的电话。特里什在电话的那头吞吞吐吐，但她最终说出了实情。
他说案发当天纳斯到下午3点前都和他在一起，但之后便离开了。他还说纳斯在周日来找他时带了很多钱，大约有2万美元。这一说法令警方有了新的思路，之前一直觉得凶案与尼可和约翰有关，但约翰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而尼可的体型远不如达纳，应该是无法完成犯罪的。现在则多了一种可能，买凶杀人。因此警方将视线转向纳斯。纳斯的女友还提到，大约在1个月前，纳斯和尼可在尤斯塔斯堡大吵了一架，尼可脾气非常火爆，有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他极度痴迷于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在与约翰的交往这件事上也是如此，因此纳斯也非常想和尼可分手。原本警方认为纳斯应该和凶案无关，即使有关也最多是知情亦或是协助，看来事实并非如此。而一通约翰律师打来的电话让真相更加清晰。约翰想通过律师告知警方他所知道的关于谋杀的信息，因此警员沙德里克斯和检察官内特格林一起与约翰和他的律师见了面。约翰承认他与尼可的恋情是错误的，也正是因为尼可他才与凶案扯上了关系，但他否认参与其中。他说尼可的计划是让他继续留在纽约，这样可以有不在场证明。尼可让丈夫纳斯实施谋杀，并将现场伪装成入室盗窃的样子，还答应支付给他2万美金。纳斯自然是为了钱而答应的，而且他觉得自己并不认识达纳，也没有动机，警方不会怀疑他。另外，尼可的同事格雷格只需要帮助尼可制造不在场证明。案发当晚，尼可、纳斯和格雷格3人来到达纳的房子，但只有纳斯1人上楼，他就是真正动手杀害达纳的人。而尼可和格雷格则在楼下伪装入室盗窃。有律师在场，警方相信约翰没有说谎，于是便开始抓捕纳斯，但纳斯消失了。他可能知道事情会败露而选择逃跑。他的女友特里什告诉警方，纳斯在逃跑时在他皮卡的驾驶座上留下了一封忏悔信，信中他承认谋杀了达纳。好在纳斯并没有跑远，他在一次交通违章中被发现是在逃人员而被捕。在此案的涉案人员中，格雷格是最令人不解的。警方再次询问了他，他除了是尼可和约翰的同事外，说不出任何理由参与谋杀。用他的话说，他不想让大家小看他，仅此而已。而且他觉得说句谎话并不是太难。尼可、约翰、纳斯和格雷格4人被指控共谋谋杀。这一项指控如果被定罪，在弗吉尼亚就意味着死刑。因此尼可和约翰均列出了一份完整的认罪报告，希望以此换取减刑。报告中详细描述了作案过程。作案时他们都穿了3层防护服，并戴了蓝色的橡胶手套，还特意穿了并不合适的新鞋，所以现场留下的证据很少。只有纳斯在行凶时因为用力过猛弄破了手套。他所使用的凶器是一把有棱角的扳手。作案时3人穿着的衣物被格雷格在郊外烧掉了，而凶器扳手则被丢进了詹姆斯河。格雷格是4人中最年轻的，他有可能被人操纵。而纳斯和尼可，一个是执行者，一个是策划者。约翰虽然表现出悔意，但更多的是因为自己被牵扯了进来。最终纳斯被判处终身监禁40年不得假释，约翰被判处终身监禁28年07个月不得假释，尼可被判处终身监禁23年11个月不得假释，格雷格被判处20年监禁17年不得假释。该案的参与者竟有2名现役士兵，他们曾宣誓捍卫宪法，而现在他们却在监狱服刑。